狐妹子。乔府当家主母林氏瞥了一眼老老实实跪着的乔韵，满脸不加掩饰的厌恶，跟她那个早死的娘一样。乔韵跪在碎石子上，眼眶泛红，眼角湿漉漉的，像是委屈的小兔。她才16，五官还未长开，已是绝色美人，皮肤纤细白嫩如凝脂，只是养得太瘦，嘴唇发白，有些虚弱。林氏瞥见她简陋衣衫下遮不住的身段，没什么肉，仅有的几两肉却都听话地长在了该长的地方。一低头，露出一截雪白的脖颈，只是她看起来有些呆，与往常这个年纪的姑娘的聪明劲儿不太一样，心性如孩童一般天真。林氏坐在花园亭台，心中暗骂，面上却故作姿态。虽说你原本的婚约是与太子殿下，可你蠢笨又结巴，若是真嫁给太子爷，日后你爹在朝堂上还怎么做人？所以就由你去给齐王冲喜，你妹妹嫁给太子，两全其美，反正也是姐妹，哪个嫁不是嫁，也不算违背当年圣上赐婚的旨意。林氏眯眼看着乔韵，想着若是这丫头敢反抗，就直接打晕给齐王府送过去。乔韵似懂非懂，迷惑抬头，琥珀色的瞳孔透出一股天真与纯净，像是不沾染尘埃的水晶。她结结巴巴问：神，什么事？冲喜？林氏胡乱敷衍：就是你去别人家住。乔韵听懂了，本就气色不好的脸色微微一白。爹爹不要她了。她知道爹爹嫌弃她，8年都没有瞧自己一眼，却也还偷偷存着一丝希望，住在这个家里，就还是爹爹的家人。现在，她终于要被送走了。其实6岁之前，乔韵原本是个人见人爱的糯米团子，直到6岁她的生辰宴上，不慎从树上摔下来，撞着石头，把脑子摔坏了。当时在场的人只有乔婉，但是乔婉却哭着说都是乔韵自己掉下来的，跟她没关系。小孩子的事情经不起计较，乔韵自己要爬上树，也怪不得别人，此事便不了了之。没人知道乔韵是为了取一枚挂佩，不值钱，却是他母亲的遗物，被乔婉抢去，故意扔到了高高的树枝上。乔韵爬上去拿，乔婉故意晃树枝，他才摔了下来。此后，乔韵的脑子便再也没长过似的，反应很慢，说话也开始结巴，人人都开始嫌弃他。到这时候，乔丞相虽然已经偏心乔婉，但还是对他有所关爱。乔韵吃穿用度依旧是嫡女的待遇，没什么变化。直到乔韵8岁那年，乔婉妃要与她一同去参加公主的生日宴，乔韵什么也不懂，被乔婉故意引导，在生日宴上出尽了丑，被所有京城贵女狠狠嘲笑。此事甚至波及了乔丞相，让他也成为了京城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乔丞相最好面子，女儿出丑的事情深深刺激了他的自尊。从此以后，恼羞成怒的他便把乔韵关在后院8年，不让他见任何人，也不让他出门一步。当然，他也再也没去看过这个女儿。想到伤心事，乔韵眼眶泛红，眼泪摇摇欲坠。林氏见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就不耐烦，刚想威胁他，却听到乔韵带着些鼻音磕磕巴巴问：那去了以后，能吃饱饭吗？林氏满腹的怒意冷不丁被乔韵这句话堵在了喉咙口。毕竟，让乔韵一直吃不饱饭的就是他。乔韵这么一问，他倒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临了只能冷哼一声，面不改色骗他，那是自然。齐王虽身体不好，却也不会亏待了你。乔韵听到这句话，就像是一下子看到了希望，琥珀色的眼眸一下亮了。那我去的，能吃饱饭，肯定要去的。见他态度一下子变了，林氏本该心情愉悦，
可见到她如此明媚的那张脸，林氏却拧紧了眉。这丫头真是越长越像那个祸水乔韵这贱人的母亲。林氏千辛万苦从乔韵的母亲那里夺得一切，甚至不惜手沾鲜血，好不容易有了今日的地位，如今这乔韵又出落得如此，简直是后患无穷。将乔韵送到齐王府冲洗，以示他大发慈悲。林氏又让乔韵跪了半个时辰，见他膝盖被石头给破了，疼得面色惨白，这才放他走。可当他自己抱着缎金云纹手炉慢悠悠回房去时，却鬼使神差的莫名踩着一个石子儿，脚一崴，狠狠摔了一跤，手炉被他摔在地上裂开来，里头的炭火差点灼了他的眼。周围的婆子丫鬟手忙脚乱扶他起身，林氏疼得叫唤，又气得咬牙，扶着他起来的王嬷嬷破口大骂，定是乔韵那件胚子，每回您见着她都要走霉运，真是丧门星。林氏一听，觉得似乎正是如此，怎么这么怪？每次见到乔韵，自己不是摔着碰着，就是吃坏东西拉肚子，次次如此，真是邪门。还好，就快送走了。林氏喘了口气，等去齐王府那个鬼地方，可没他好果子吃。王嬷嬷，你亲自送他去。王嬷嬷一惊，虽然不愿，还是赶紧应声。林氏在气头上，可不能得罪。林氏又强忍着痛，崴着脚从房中拿来当年家传的金首饰，往他亲生女儿乔婉的房中去。乔婉正在屋里清点自己的嫁妆，笑得满面春风。她要嫁给太子爷，此事早就由乔丞相定下，他也早就做好了准备。通知乔韵只是最不重要的一环罢了，府里最好的东西都已给了乔婉，所以乔婉看到林氏的那套首饰时，有些嫌弃。娘，这金子有些俗了吧？你看这里，这是爹爹给的上等翡翠钗环玉镯，这是西域进贡的水晶钗环，还有这个蓝田的玉佩，这样好的东西才配得上我的婚事。林氏微微一愣，这些明明是乔韵母亲当年的宝贝，本应该是乔韵出嫁时的嫁妆，如今乔相居然都给了乔婉。林氏方才摔倒的不快顿时一扫而空，他笑着对乔婉说，这些也不是顶好，日后你做了皇后，皇宫里所有的宝物都是你的，这天下也都是你的，那是自然。乔婉细细抚着那水晶钗环，朝林氏眨了眨眼。乔韵那蠢货去齐王府，不会坏事吧？林氏笑了笑，傻子不会读人眼色，也不会告状，整个乔府的人，连烧火小厮都可以随意欺负他，这样的人去了齐王府，可能连齐王的面也见不上，即便见上了面，就凭他结巴的口舌，也说不了几句话。林氏神神秘秘地靠近乔婉，小声道，而且你爹说，那齐王虽然病得快死了，近几年的嗜杀暴戾之气却不减反增，宛如活阎王。听闻齐王府后院心的奴仆时常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内院之中常年都漫出人血腥气。乔韵嫁过去的下场，不是守活寡，就是死路一条。乔婉听得脸色惨白，后怕不已。当年齐王经才绝艳，名动京城，乃是万千少女的憧憬的高岭之花。其实当年是乔婉率先对他一见倾心，所以央求了爹爹，耗尽心思才抢来赐婚。万万没想到，他却忽然跌下神坛，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完全的疯子。好在爹爹心疼他，不舍得让他受这份苦，赶紧着手换了亲，让乔韵嫁过去冲喜。与乔韵这个弃子不同，她从小就被林氏当作宫中贵女来培养，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书礼仪也是一等一的好，有京城第一贵女之称。第一贵女自然是要配太子爷的，怎么能去嫁给那个废人王爷？婚事在即，
整个乔府都忙得翻了天，只有乔运在自己破落的小院里，很饿。丞相府后院靠近柴房的一间小砖房，便是乔运居住的地方。这里简陋至极，天寒地冻，屋里四处漏风，没有半个下人伺候。他的棉被早已经破了，一到冬天，乔运就觉得自己快冻成冰人儿，而且他也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林氏一向要克扣他的吃穿用度，到如今只有一天一顿，勉强让他不会饿死。天气热的时候，饭菜都是馊的；天气冷的时候，食物都冻成了冰坨子。乔运吃得不好，越来越瘦，到如今一身皮包骨。好在乔运运气不错，每次快要饿生病的时候，总有好心的下人来给他送吃的，他就这么勉强吊着一条命狗活到现在。乔运已经很知足了，他的要求一向不高。他仔细掰着自己冻僵的手指，努力盘算着日子。过几日，他就要离开小院，去别的地方住了。希望新的家里有暖暖的棉被和香喷喷的米饭。丞相府红绸漫天，喜气充盈了整个相府的门楣。正是冬日，天气本就寒凉，琉璃瓦上还积着雪。风一吹，簌簌的雪茄带着冰渣刮在乔运的身上，把他冻得直打摆子。他一身凤冠霞帔，红艳瞩目，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身嫁衣的尺寸明显比他的身量要大不少。他实在是太瘦，身量纤细又矮小，宽大的喜服就像是马上就要往下掉。这是乔婉做坏了的喜服，扔给了他穿。乔运比乔婉瘦小太多，远看就像是穿着麻布袋似的。这是乔婉小姐吗？哪能啊，这是大小姐乔运。那个傻子也是今日出嫁。乔运啊，我说呢，好好的喜服穿成这样，成何体统？来乔府庆贺的宾客注意到了他的存在，对他指指点点。据说他年幼时也曾在公主生辰宴惊艳四座，也不知如今出落得如何。傻子能好看到哪去？如今整个京城，论美貌，论才情，都得是二小姐乔婉第一。众人都觉得乔婉嫁给太子殿下是理所应当，并不觉得换嫁有什么问题。毕竟此次姐妹出嫁全城皆知，皇帝也反应平平，可以看作默许。正在此时，乔婉终于姗姗来迟，衣袂翩飞，窈窕又端庄，足以见大气斐然。她一身衣裳是金丝起底，红纱作衬，头冠据说也是几十位匠人耗费了1个月打造的凤冠，价值可抵一座京城宅院，耀眼至极，与旁边上不了台面的乔运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姐妹二人，一位嫁给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爷，另一位则是嫁给那个病得快要死的齐王爷冲喜。一桩婚事是天作之合，可托举整个相府飞黄腾达，风光无量。一桩婚事是倒霉蛋遇上冢中枯骨，未来除了陪葬就是守灵。众人见这姐妹俩的比较，也是对二人的命运唏嘘不已。吉时一到，太子的8抬大轿便来到了门口，光是随行的大内侍卫便有几十人，仪仗队更是又长又气派。他们一面走，还一面往街面上撒铜板，全京城的百姓都来捡，热闹又喜庆，排场了得。太子殿下亲自下马扶乔婉上轿，惹得在场众人纷纷赞叹，真是珠联璧合一对佳人。一旁的乔丞相嘴都快笑裂了，对太子可谓是极尽谄媚。乔婉一脚刚跨上轿子，忽然凛冽的寒风骤然而起，大风几乎迷了众人的眼。太子沈西忍不住撇过头躲风，却在此时看到了角落里还有一位新娘子，鲜红嫁衣翩飞，明明应该很扎眼，方才他却全然没有注意到。大风就刚好在这一瞬刚吹起了乔运的盖头，
露出了她大半张脸。她双唇被抹了极为浓重又劣质的胭脂，可唇形却很饱满，如樱桃上滴落的水珠，润泽明艳。不合身的喜服勾勒出她纤细孱弱的身子，颇有几分弱不禁风的美。更令人难忘的是她那一双眼睛，清澈又懵懂，天生便是湿漉漉的，惹得人想狠狠欺负。沈西看得浑身一僵，身为太子，他什么女人没见过？乔婉的长相已是京中上乘，可方才那一瞥，却是颇有些惊为天人。瘦了些，怎么如此瘦？若是再丰润一些，他不敢想象这个女子这天然纯真的模样在榻上会有多勾人。风已止，盖头重新落下，他忍不住还想再看。一旁的丞相夫人林氏却忽然快步冲了上来，一张善笑的脸遮住了他的视线。太子殿下，您看，吉时快过了。沈西这才回过神来，虽然猜到了他的身份，却依旧明知故问。那是？林氏缓缓道，那是乔韵，要嫁给齐王冲喜的那位。他蠢笨无比，经常失礼，上不得台面的。太子殿下莫要在意，他以为齐王会来接亲，可齐王那边应当是不会来了，府上一会儿会把他安然送去，您不必担忧。听到齐王二字，沈西的眸光变得复杂起来。换亲之事他一手掌控，却从未亲眼看过这被自己抛弃换亲的女子究竟长相如何。毕竟于他而言，长相再美又如何？乔婉如今才是他的上佳之选。沈西又扫了那角落里的人影一眼，还好换了，傻子嫁给疯子，倒也合适。只是这副勾人的模样，他是真喜欢。落到齐王手里，怕是会被摧残到死吧？那家伙不懂风月，可惜了。于是沈西颇有风度笑道：“也是，让皇叔接亲，恐怕有心无力，只能委屈你们送他过去了。”林氏笑得脸上起褶子。沈西收敛声音，状似不经意问：“去齐王府的人安排得如何？”林氏颔首：“殿下放心，都安排好了。”二人仿佛在谈乔韵之事，却不止乔韵之事。二人对视一眼，眼神都暗含深意。不久后，乔府后门，林氏给乔韵安排了一顶破旧的小轿子，那轿子紧巴巴，只能容纳一个人，轿顶上还粘着蜘蛛网。乔韵被林氏推进了轿子，带着一位陪嫁丫鬟和一位冷面嬷嬷，在冷风中被送走。轿辇一路晃荡，乔韵觉得自己脑子都快被摇匀了。她一大早滴水未进，如今就算想吐，也什么都吐不出来。她小心地掀开轿帘，看着阴暗的小道，看着越来越远的乔府，心中还是有些难过的。乔韵正出神，却听到耳边传来一声呵斥：“懂不懂规矩？”轿帘放下，也不嫌丢人。一旁的王嬷嬷厉声骂了他一声，伸手恶狠狠掐了他的手背上一块嫩肉，从他手中抢过轿帘将他遮住。这是林氏身边时常跟着的嬷嬷，姓王。乔韵平日里经常被他罚，如今被冷不丁掐了一下，顿时下意识不敢吱声，只敢轻轻摸着剧痛的手背安抚自己。他的手背上已经飞快红了一大片。王嬷嬷跟往常一样，下手不轻，他也不敢反抗。若是反抗，这些人只会对他更狠。紧接着，乔韵便听到外头传来王嬷嬷尖锐的声音：“乔夫人特意嘱咐了，大小姐平日里不懂事，冲喜之事须得讲规矩，就由老身来好好教导您。大小姐若是不想受皮肉之苦，便听话一些。”乔韵微微哆嗦，缩回轿子，小心翼翼说了一声：“哦。”听到这个动静，王嬷嬷翻了个白眼，刚想继续骂，却无意中踩着一块小石子，脚下一歪，脑袋狠狠磕到了轿子上。哎呦！她痛呼一声，捂住脑袋想骂人，
却不知道该骂谁。一旁不说话的宁霜静静瞥了他一眼，王嬷嬷瞪了他一眼，看什么看？宁霜微微挑眉，并未开口。半晌，轿子终于停下来，是齐王府到了。齐王府与喜气洋洋的乔府完全不同，这里一片死寂，连一根红绸都没有，仿佛半点也没有要冲喜成亲的意思。四周倒是来了些寥寥宾客，跟太子那边的排场相比，却实在是门庭冷落。王嬷嬷看到这个架势，嗤笑一声，实在是看不上。料想这齐王沈爵当年如何的风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谁知他忽然生了怪病，从人人亲羡的人中龙凤，成为阴晴不定、阴狠嗜杀的疯子。这倒也罢了，权力在手，狠力又如何？只不过那怪病将他折磨得日日疼痛吐血，如今据说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于是太子沈西便趁乱摘了齐王经营多年的成果，将原本属于齐王的权力一一攫取在掌心，树倒猢狲散，朝堂上支持齐王的人作鸟兽散。如今齐王府大婚冲喜，众人避讳，根本没几个人来，即使来了的宾客，大多也是怀有别的目的。如今府门紧闭，只有一旁的偏门静静敞开，里头是幽深的宅院，黑洞洞的，像深不见底的黑渊，居然连正门都不开。王嬷嬷觉得有些受怠慢，可是一想，这轿子里的傻子本身也配不上齐王府开正门，便翻了个白眼，仿佛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阴阳怪气道：小姐，人家没开正门，轿子进不去，你自己走进去吧。乔运也不懂太多规矩，听话地下了轿子。也许是见着了乔运的喜服，得知了来人的身份。这时齐王府门里头终于出来一位灰衣侍从，朝他们微微行礼。他态度冷淡疏离，眼神微妙扫过乔运。是乔府的娘子吗？乔运乖巧点了点头。秦晖见他穿着并不得体，看起来反而有些可怜兮兮的，心中不觉有些异样。齐王府早就收到了线人的消息，乔府今日来冲喜的小姐是奸细，那些来府中观礼的宾客也大多数带着目的而来。齐王病倒之后，便收回势力，蛰伏于府中休养生息，再也没在外头露过面。虽说他病了，疯了，可外头却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探听他的虚实，更想要夺取他手中原本所有的权柄与势力。如今太子沈西已经与乔府勾结，齐王冲喜之事，就是他们联合在宫中搅起来的风浪，并且想要借机送些奸细进入齐王府，并且借由这些宾客探听齐王府如今的虚实。也许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居然将堂堂小姐弄得如此可怜。演这一出戏，是想要让齐王府的人怜惜他，留下他吗？真是可笑。王爷是什么人，岂能被这些小手段蒙骗？进入齐王府之后，王嬷嬷很快便闻到一些若有若无的血腥味，整个府里寂静得如同一片死水，他们就像是行走在一座坟墓里，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入目都是精致又漂亮，却四处透出一股死气。不远处，一些婢女侍从在泼水洒扫，这些人都像是假人一般，看到新娘一行也没什么反应，仿佛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就像是木头傀儡。再看那些人擦洗的地面，赫然是一大滩的血。王嬷嬷一个机灵，只觉得从脚到头一阵恶寒，腿脚发软，差点走不动路。可正在这时，秦晖却仿佛感觉到他的恐惧似的，笑眯眯看向他。嬷嬷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啊。王嬷嬷一机灵，下意识道：他们在做什么？秦晖不以为意解释道：不懂事的下人罢了。人头滚落，流了一地的血，腥气太重，
王爷闻了头疼，看着秦晖带着笑，仿佛说着寻常洒扫事宜，惊得王嬷嬷脸色惨白。是真的，是真的，那些传言都是真的。齐王果真是疯子，是杀的疯子。秦晖淡笑看向王嬷嬷，嬷嬷身子不舒服，要不要去休息？不，不用，王嬷嬷的魂儿都快被吓飞了，赶紧摆手，下意识地躲到了乔运身后，拿乔运当挡箭牌。看着王嬷嬷下意识的举动，秦晖垂眸淡笑，像是早已猜到他此时的想法，颇有几分看戏的意思。而此时，乔运盖着盖头，他什么也看不到，只乖巧地听他们说话。秦晖与王嬷嬷的话让他觉得齐王府的人也太好，太心善了。王嬷嬷不舒服，就让他去休息。在乔府，可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舒服都是要上宫的。也许是乔运的表现太过镇定自如，整个人沉稳安静。秦晖不由得多看了乔运几眼，眼中带着几分探究与怀疑。但他不知道，乔运只是明白今日冲洗规矩多，不敢乱开口罢了。很快，便有人来引着乔运往里走，带他去拜堂。堂上森然安静，高堂之上只有2尊牌位，冷冰冰的，除了乔运之外，根本没有半个活人，更没有齐王的半分踪影。与乔运拜堂的，自然也不是齐王，而是一只毛色鲜亮的大公鸡，眼神凶狠。本就为数不多的宾客，如今更是噤若寒蝉，根本不敢吭声，生怕惊了那只鸡，更怕惊着了什么不该惊着的人。反而是乔运，半点也没有被影响，虽然动作不太连贯，被盖头遮着脑袋，行事都笨拙了点，可是与一旁的宾客和脸色发青的王嬷嬷相比，实在是镇定的可怕。秦晖仔细盯着乔运，越看越觉得心惊。只见乔运静静地抱着那只鸡，缓缓行礼，有时还不小心夹着了公鸡的翅膀，那公鸡居然一动也不动。秦晖眉头皱起，旁人不知道，可秦晖却明白，此时的场景有多么离谱。乔运手里那只公鸡，其实是秦晖亲自养大，那畜生凶悍食人，欺软怕硬，经常故意啄人发疯，武力惊人。整个齐王府上，除了王爷他不敢惹，其他人畜都被他欺负了个遍。秦晖本想借此试探乔运的反应，所以他并没有捆住他的翅膀，也没有扎上脚，故意想让他捣乱。可是等了半晌，秦晖却越看越心惊。仆从把公鸡放在乔运手里的时候，那只鸡没有挣扎；拜天地时，那只鸡也没有挣扎；拜高堂时，那只鸡开始发抖。最后，平日里凶恶霸道的公鸡，在乔运怀里，乖巧如棉花。一向稳重的秦晖此时也不免有些动摇，这乔府的小姐究竟是什么来头？这只鸡也只有在王爷面前才会如此乖巧。秦晖不知道的是，此时盖头底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乔运几乎用尽全力抓着公鸡的脚，抚着它的翅膀，生怕它跑了。他一双眼眸灼灼看着鸡，眼眸亮得惊人，一面咽口水，一面心道：好肥啊，好香的鸡味啊，翅膀上的肉好厚，这只鸡养得真好啊，千万不能拿来烧汤，烧汤不下饭，要红烧，多放盐，配上大米饭，最好再加些香菇，它可以吃4顿，不，5顿，最后一顿，把肉吃完了，就用鸡汤拌饭，加点猪油一润，它可以空口吃一大盆，拔下来的那些毛也不能浪费，可以用来做一片披肩，这样晚上睡觉时，风就不会从头颈边漏进去了，何等舒服！乔运再次艰难咽下口水，死死抓着鸡不放手。这只公鸡从小跟人厮混，
不是凡机，早就感觉到了一股杀气从头顶上传来。动物的第六感让他明白，这个女人跟府里其他人都不一样，这人是真的想吃掉她。公鸡绝望闭上眼睛，抖得更厉害了。简陋的冲洗仪式很快结束，夕阳西下，天色暗淡。王嬷嬷守在冷清的洞房外，回廊外风雪大作，她已经冻得胳膊膝盖都僵硬，也没见一个齐王府的活人往这边来。可怜他老胳膊老腿，在林氏身边伺候时还能受到优待，此时却跟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凝霜丫鬟站在一起挨饿受冻，他实在是觉得憋屈。你说说，哪有这样的蠢货，抱着那只冲洗用的鸡不撒手，最后还是那秦小哥亲自把公鸡带走。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辈子没见过鸡，如今倒好，被晾在这鬼地方，连个人都见不着。王嬷嬷絮絮叨叨，对乔运简直满心怨气。可转念一想，林氏可不就是想要看乔运出丑吗？他管这些闲事又有什么用？王嬷嬷便又硬生生转了个话题，开始骂那些下人不给吃的，不给炭火，也不给进洞房暖和，让他们在此挨饿受冻。凝霜静静地守在一旁，也不开口。见他态度如此冷淡，王嬷嬷顿时有些不满。你个丫头，嘴巴跟石头似的。王嬷嬷实在是憋屈，老胳膊老腿在这寒风中半刻也待不下去。林氏虽然让他多探听一些齐王的消息再走，可这个鬼地方谁爱带谁带，就让乔运在此处饿死吧。他这么一想，对凝霜道：那你守着吧，既然乔运已经顺利冲了喜入了洞房，老身要回府先行禀告夫人了。凝霜淡淡颔首，王嬷嬷也不耽误，转身就走。凝霜却冷冷笑了笑，他转眸一看，乔运如今在洞房之中极为安静，周围也是鸦雀无声，寻常人自然以为此处四下无人。可是凝霜并非普通人，他被太子殿下当成刀剑训练多年，早已身怀功夫，五感灵敏，能感知到此处埋伏了人，10人以上，个个都是高手，藏于暗处。王嬷嬷一动，那些人立刻动了，有不下3个人跟着。凝霜眯了眯眼，这个齐王绝不简单。太阳已经落山，时不时有雪片飘落，寒气四溢。王嬷嬷冻得哆嗦，有些后悔没让林氏给她多带些人使唤。如今她一瘸一拐在这黑暗无声的府邸中游荡，实在是折磨。而且这府邸实在是大，太大了，走进来的时候有人带路不觉得，如今一个人往外走，却像是永远也走不到头似的。相似的路一遍又一遍，仿佛无穷无尽，鬼打墙似的走不出去。王嬷嬷越走越慌，这时候想要往回走，已经来不及了。她迷路了。王嬷嬷心中后悔不迭，怎么就不能忍忍？明日再离开也不迟啊。如今怕不是要在这阴森的府邸里被冻死饿死。王嬷嬷咬牙继续往前走，忽然看到了前方的一抹微弱的亮光，王嬷嬷立刻快步向前，可还未走近，便听到有人在说话，声音极冷，带着杀气。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她吓了一跳，下意识将自己藏在树丛后，一抬眼，却看到开口的人正是白日那个叫秦晖的，正在刑讯一个男人。秦晖哪里还有之前笑眯眯的样子，他如今面目冷峻，仿佛煞神一般，一面问话，一面将手中的匕首缓缓刺入那男人的腿根。男人似乎想要叫出声，却早已被塞住了嘴巴，只能发出嗡嗡嗡的痛苦哀嚎，血立刻晕染了他周身的白雪，好大的一滩艳红色。他认得那个被刑讯的人，那是今日一同前来的轿夫。王嬷嬷一面想一面冒冷汗，那人也是林氏手下，原本应该回府的，
如今却不知道怎么落在了秦晖手里，正痛苦倒在地上，扭得像个麻绳，动过了手。秦晖下意识看了看不远处的某个人影，见人影没有别的反应，这才缓缓蹲下身子，态度温和地问那轿夫：王爷不喜噪声，再给你一个机会，若是再好，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轿夫痛得面目扭曲，还不忘忙不迭地点头。王嬷嬷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眼神却莫名不受控制地朝着方才秦晖视线所在之处看去。那里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微弱的烛光照亮他的轮廓，在雪地上留下了一片剪影。他背对着行刑处，似乎在看雪，又似乎在深思。他安静的背影仿佛一尊仙人的雕塑，雪纷纷落在他的头发上和黑色的大氅上，他也一动不动，沉静如深潭。惨叫声无法让他动容，哀嚎声无法让他侧目，可他本人单单那么坐着，便令人无端胆寒。他周身有一股比冰雪还要冷冽的寒气，令人不敢靠近，不敢忤逆，不敢违抗。王嬷嬷看得呆了。多年前，她也曾听说这个人，沈珏，人称京城第一仙。他不仅文才武略样样精通，而且武艺高强，小小年纪便在军中立下战功，据说长相也是神仙般的人物。当初不仅仅是乔婉小姐，全京城哪个女子不倾慕他，想要做他的妻子。听闻有富商千金，即便是掏空身家倒贴做妾也是愿意的，只可惜造化弄人。王嬷嬷没想到，即便是他病到如今，即便只是背影，都是这么令人不由自主胆寒。难怪他都快死了，太子殿下还这么忌惮他。正看得出神，王嬷嬷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侧此时已经多了一个人。王嬷嬷这么有空闲，看什么呢？王嬷嬷浑身一僵，只见秦晖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她的身侧，面上笑着，眼眸却半点笑意也没有。啊！王嬷嬷见了鬼似的，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连滚带爬，却半天也没有跑出多远。原来她早已被秦晖捉住衣领，拎小鸡一般将她拎了起来。自投罗网啊！秦晖笑了笑。王嬷嬷被秦晖扔在轿夫旁边，他还未开口，那个轿夫就先大叫起来：是他，就是他指使的。大人，大人，我只是个抬轿子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大人。王嬷嬷只觉得脑子嗡一声，不可置信地看向轿夫，尖声大喊：你个狗东西，胡说八道什么？我何时指使你了？就是你，就是你一直跟在乔夫人身边，乔夫人不是让你监视。胡说！王嬷嬷的声音几乎破了音，微微颤抖。不是。忽然，当啷啷一声刀尖的嗡鸣，秦晖手中的剑忽然出鞘，横在他们二人的眼前。他冷冷看着他们，眼中带着警告。王嬷嬷忽然急中生智，其实是乔韵，是他没错，是他要探明王爷的底细，是他，都是他指使的。乔韵是今日冲喜的新娘。秦晖心中一跳，他下意识看向不远处的那个身披黑色大氅的背影，那背影依旧岿然不动。大人，她嫁过来冲喜，就是抱着别的目的，具体什么，老奴是真的不清楚啊。她原本的婚约是跟太子殿下，有可能是想替人探明齐王殿下如今的身体状况。王嬷嬷绞尽脑汁，拼命想把一切都甩到乔韵的身上，反正乔韵是个傻子，根本就没法解释清楚。在乔府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老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冤枉啊大人！王嬷嬷哭喊道。是，就是大小姐。一旁的轿夫也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是大小姐指使嬷嬷，嬷嬷指使小的。
王嬷嬷闻言，狠狠瞪了他一眼。秦晖见他们狗咬狗，似笑非笑，正要开口，却听到后边传来淡淡的咳嗽声。这一声咳嗽虽然声音不大，却仿佛平地一声惊雷，震得当场的人都瞬间安静下来，顿时不敢说话。秦晖立刻闪身来到齐王的身侧，单膝跪下，全然没有方才那股高高在上的气势，只半垂着头，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候着。王爷请吩咐。齐王顿了顿，终于缓缓开口，他的声音犹如清澈山泉，金石相击，清冷又金贵，却带着几分厌世以及压抑着的淡淡杀气。聒噪的东西，处理掉，扔远点。他的话语间带着几分嫌恶，仿佛看到了什么脏东西。秦晖立刻应声：是。王嬷嬷和轿夫瞬间愣住了。处理掉。王嬷嬷顿时想起当时在府中看到的那一大片血迹，还有秦晖当不以为意的解释，不懂事的下人罢了。人头滚落，流了一地的血，腥气太重，王爷闻了头疼。苍天啊，他不过是来送嫁罢了，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乔运，都是乔运！王嬷嬷发疯一样大叫起来。那乔运才是罪魁祸首，他就是晦气，一旦跟他扯上关系，所有人都要倒霉，我们都是无辜的，都是他的错，都是他。见齐王没动静，王嬷嬷更是破防，装什么装？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王爷呢，实则皇上早已将他弃之敝履，所有人都只等他死，好瓜分他所占有的那些兵权势力。如今的齐王，哪里比得上他们的乔丞相在朝廷呼风唤雨？他王嬷嬷也不是吃素的，好歹也是跟着乔夫人的老家仆，知道多少宅子里的往事。若是自己出了事，乔夫人也不会不管他。如此一想，王嬷嬷更是破罐子破摔，大喊道：老奴何其无辜，错在乔运，可老奴是乔夫人的随身嬷嬷，若是杀了我，您便是得罪了乔府，更是得罪了乔夫人，到时候恐怕没有好果子吃。齐王眉头微动，终于侧身，不耐烦看向王嬷嬷。王嬷嬷一瞬间看到齐王的面容，如同傻子一般僵住了。她满脑子瞬间都是当时在京中流传的一句话：沈觉一瞥，宛如天神降世。只不过如今的这位天神是煞神，便见得风雪之中，齐王沈觉侧过脸来，精雕玉琢而成的完美面容上略显病态的苍白，只有一双漆黑的眼眸冷冷扫向王嬷嬷，带着几分戾气与杀意。乔夫人，声音陡然变得嘲讽，算什么东西？王嬷嬷哪见过这样的一双眼睛？她的瞳色如墨一般深黑，可眼眸中却像是有血丝涌动，墨色的瞳孔中晕染着几分妖艳的红，让她看上去就像是个吃人精气的妖魔。只见她稍稍一抬手，还未开口，周围便默默无声如雨点一般落下了无数个黑衣人。这些人仿佛没有气息的人偶，神出鬼没。下一瞬，他们同时朝着沈觉的方向半跪行礼，动作整齐划一，看着沈觉的眼神中，无一不流露出崇拜与臣服。这一瞬间，仿佛沈觉就是天地间的主人，是他们的一切。只要他开口，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囊中物。王嬷嬷哪里见过这种架势，她当即吓得双腿瘫软，连站都站不起来。实在是那些黑衣人一个个身上都充满了杀气，让人一口气都喘不上来。正在最紧张的关口，他却听到沈觉开了口，此时他的声音甚至是温和带着笑意的，悦耳至极，可是实际听起来却如催命符。既这么舍不得主子，便将他剁碎了给乔夫人送去，也算成全他一片心意。是。秦晖立刻应声，剁碎。
这一句话更如同火上浇油。王嬷嬷听到这句，吓得屁滚尿流，终于彻底昏死过去。那些黑衣人见怪不怪，立刻动了起来，将那没晕过去的轿夫敲晕，利索地将二人如麻袋一般拖了下去。秦晖却快速上前，小心看了看沈珏的脸色，十分担忧：“王爷，您没事吧？”只见沈珏此时面色苍白如纸，修长的手指攥着大氅衣襟，他面容上却仅现微微不适，眉头有些蹙起，几丝黑发从耳侧落在面颊旁，更衬得他脸色苍白如雪一般。只有白皙手背上抱起的青筋，显示着他如今正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王爷，属下立刻去地牢弄个人。不必。沈珏压低声音，眉眼中却凝聚了丝丝缕缕的戾气。秦晖十分担忧，却不敢违抗沈珏的命令，只能干着急。他自小跟随沈珏，对他的脾气十分了解。王爷从前便清高孤傲，那一年中毒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如孤峰上的松柏，节节而立。也正是如此，他思虑过重，身子更是每况愈下。虽然有各种名贵药材吊着，却半点也不见好。虽然不像外界所传言那般快要死了，可一旦毒发，他便要忍受着非人的折磨。那毒着实阴狠，毒发时不仅浑身疼痛，而且全身血液滚沸难忍，往往要见血才能平息他的戾气。所以现在他虽是虚弱病态，可秦晖却见沈珏眼眸之中隐隐藏着滚滚杀意的洪流，这绝对是毒发了。若是不及时施针用药，便免不了要见血。不必麻烦。沈珏声音平静，秦晖却知道王爷此时平静之下隐藏着疯狂。去踏雪阁。秦晖心中一咯噔，踏雪阁，那冲喜的新娘，如今所在的洞房，就是踏雪阁。那新娘恐怕是活不过今晚。天色已晚，踏雪阁只有一间房亮着灯，那灯在寒风中悠悠晃晃，如鬼火一般，居然这么久也没有熄灭。屋外，守门的陪嫁丫头已经被提前处理，不知道被送去了哪里。屋子里似乎有人影走动，那人似乎很小心，不敢发出什么声音。沈珏冷冷看着房门，示意秦晖。秦晖了然颔首，一下推开了门。只听砰一声，门打开的同时，二人也听到一声碗碟跌落在桌上发出噪音，像是有人受了惊吓，摔了手中的碗。秦晖有些意外地看向屋内，只见房中的新娘不在床边静静等着，而是呆呆地站在桌子前，一只手扶着摇摇欲坠的碗碟，一只手里还抓着一个白糖糕饼，糕饼被咬了一大半，上头还有牙印。现在新娘的盖头依旧盖着，盖头却整个都歪了，人也像是吓傻了一般的僵硬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沈珏没有开口，只是神色有些微妙的复杂。秦晖也愣住了，他手中还拿着沈珏的剑，如今地也不是，不地也不是，这种氛围着实是不适合动刀子。也许是秦晖一直没什么动静。沈珏微微蹙眉，淡淡扫了秦晖一眼。秦晖一哆嗦，赶紧把佩剑递给沈珏。那是一把相当漂亮的剑，银色的剑柄上镶嵌了上好的玉石，那是他少年征战沙场上夺得的宝物，通体雪白，半点杂色也没有，剑鞘更是明润又通透，世间寻之无一。这也是近年来沈珏最常用来杀人的一把剑。毒发用这把剑杀人，血液迸溅时最能舒缓他的戾气。他催动轮椅缓缓上前，来到乔韵的身边。乔韵还僵在桌前，一动也不敢动。他听到有人在慢慢朝他靠近，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的第六感让他觉得这个人的压迫感极强，比之前他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强，比爹爹还要厉害许多。
他嘴巴里的糖糕饼忽然都不敢嚼了，只敢屏住呼吸，僵硬地看着那个人靠近。盖头下边，慢慢的出现了一个人的一双脚，那双脚穿着非常漂亮的靴子。乔运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靴子，或者说那么好看的腿型，修长又有力，靴子上边还有暗纹，在烛光下流光溢彩的，让乔运看得呆了。他有些不知所措，而且今天是他冲洗洞房的日子，但是没有人告诉过他怎么冲洗，怎么洞房。现在来的人应该是他从来没见过的相公吧。那个林氏跟他说过的齐王，齐王的鞋子真好看啊。乔运一下子莫名对这个人产生了些好感。沈觉却沉默了许久，静在原地，半晌也没有任何动作。没人知道沈觉此时在想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他靠近乔运之后，他眼眸中沸腾的血色居然就这么逐渐平息了，像是被止沸的开水。黑沉沉的眼眸也逐渐恢复了森冷与理智。微弱的烛光下，他的目光缓缓落到他紧紧抓着糕饼的手上。他的手又小又瘦，像小鸡的爪子似的，虽然皮肤天生白皙，上头却有冻疮，手背上还有被人掐伤的痕迹。娇贵的乔府小姐，怎么会有这样一双手？沈觉微微蹙眉。沈觉不动，可是乔运却忍不住了。他终于反应过来之后，又重新开始咀嚼嘴巴里的糕饼。吃完之后，他还是觉得饿。饿的话，那对面没动静，他便接着吃好了。于是，不等沈觉和秦辉反应过来，他便借着盖头遮盖，迅速将剩下的糕饼塞进了嘴里。秦辉见他忽然动作，还以为他准备行刺，精神紧绷，准备救驾。看到他接下来的动作，硬是僵在了原地。这是哪一出啊？秦辉的面容都有些扭曲了。沈觉虽然有些意外，神情却依旧冷漠。他微微眯了眯眼，手指一动，只见那饼见寒光一闪，要开始了。秦辉有些不忍看，可是下一瞬，并没有听到意料中的血肉被割裂声，也没有惨叫声。秦辉猛然抬头，惊愕不已。他万万没想到，沈觉非但没有动手，反而是用剑柄挑开了新娘子的盖头。满头廉价的钗环叮当作响声音中，乔运模样直接落入二人的眼眸中，空气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秦辉不由得瞳孔一震，倒吸一口凉气。好漂亮，不是太漂亮了。这姑娘睫毛长得惊人，眼眸水润，眼眸流转时天真又勾人，像只纯粹的狐狸。只是她的脸上画了太劣质的胭脂，俗气的红色将她染得过于艳丽了，再加上头上廉价的银钗，其实本该是土气的装扮，可是在她的身上却不显半点俗气，反而更显不合年纪的娇艳，连同那麻布袋似的大了好几号的嫁衣，也将她衬得如小妖精一样明艳动人。可她此时的行为却完全不符合她的容貌。她嘴巴鼓鼓囊囊的，正在努力咀嚼着糕饼。那糕饼剩下的一大块对她而言实在是有些太大了，将她的嘴巴整个塞满。她艰难咀嚼着，又不舍得把那糕饼拿出来，便更加用力的咀嚼往下咽。可糕饼又有些干巴，她有些噎住了，一面拍胸口，一双漂亮的眼睛里顿时晕出了泪水。那么大一块要咽下去，实在是有些干。房间里又没有茶水，乔运捂着嘴巴，又着急又难受。秦辉没动，他悄悄看了一眼王爷。照理说，王爷应该早该不耐烦的动刀了，可秦辉却听到沈觉忽然开了口：“拿些茶水来。”秦辉一愣：“啊？”沈觉淡淡扫了他一眼。秦辉想不明白，王爷这么做是有什么深意吗？但是他哪里还敢愣着，赶紧差人去拿茶水去。很快，
黑衣人便送来了一壶热茶，给乔运倒了一杯水。乔运感激地看了秦晖一眼，喝了一口，瞬间被热茶烫得眼眶通红。沈觉眯了眯眼睛，冷冷开口：“什么琼浆玉露吗？没人跟你抢。”乔运呜咽着，又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水，终于把那块糕饼顺了下去。对不起。乔运终于将那糕饼咽了下去，然后结结巴巴地问沈觉：“你就是我的那个夫君吗？”听到这磕磕巴巴的夫君，沈觉也并未不耐烦，只是眸色未变，手指轻轻抚摸着刀鞘，意味深长看着他。如何？那你不急着洞房吧？乔运天真又直接地看向沈觉，沈觉乌黑浓密的睫毛浅浅一颤。不急的话，我想再吃一块，可以吗？房间里的空气陷入了诡异的凝滞，没有人开口，所有人只听到死一般的寂静。秦晖大气不敢出，天老爷，这年头谁敢在王爷面前这么说话？他不是皮都要给扒了。若说他是装的，可他眼神纯粹又清澈，完全不像演的。若是他是真的，可他浑身上下看来看去，哪里都透出一股可疑。沈觉如今手中擎着出鞘的剑，寒光四射，眼神也森冷异常，暗含杀意。但凡是正常人，都会觉得害怕吧？可乔运一点都不害怕沈觉。秦晖哪里知道，乔运此时非但不害怕，心中的情绪甚至于是十分感动。他哪里见过沈觉这么好的人？若是在乔府，他此时已经在罚跪，或是被哪个嬷嬷摁着用藤条抽一顿，哪里会有机会把糕饼咽下去？而面前的这个齐王，还专门给他水喝。林氏好像真的没有骗他，齐王真的不会亏待他。其实这些糖糕饼已经放在房间一整天，原本沾了糖的绵软外皮已经结了一层硬壳，里头的糯米也变得难以下咽。可是对于乔运，实在是难得的珍馐美味，他怕错过之后，就再也吃不到了。见沈觉许久未回应他，乔运有些等不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向碟子。你过来。沈觉忽然开口，乔运手吓了一跳，像是被人抓包的小偷，赶紧缩回手。沈觉的目光悠悠看着乔运，见他警惕地看着自己，一动不动，也没有过来的意思，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躁意，冷不丁的，他便伸出手，捉住了他细嫩的手腕，轻轻一拽。乔运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糖糕饼上，哪里想得到他会忽然动手？可他没吃饭本就没什么力气，被他轻轻一扯，他便如投怀送抱一般，直接倒进了沈觉的怀里。他身上没几两肉，轻飘飘的坐在沈觉的腿上，就像是一片薄薄的羽毛。只是沈觉那把剑还在他的腿上，乔运正巧坐在上面，硌着剑柄，硌得他有点难受。一阵浓郁的药味扑进了乔运的鼻子里，他皱了皱眉头：“你身上有点臭。”屋子里再次陷入死一样的寂静，秦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今日也算是开了眼，如今说出这种话，能活到现在的，恐怕只有半个人。这女人居然如此的胆大包天，她今晚定是活不成吧？再说了，别人不知道，秦晖是沈觉进士，他最清楚，沈觉最爱洁净，即便是最冷的天都要清洗身体上的血腥之气，日日如此。只是他常年喝药，身上的药味颇有几分入骨。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这小祖宗又说话了：“哎，你硌着我了，疼。”乔运指了指下边，秦晖赶紧看向自家王爷，他从来没在王爷的脸上看到如此精彩的神色，虽然一声不吭，却像是已经没招了。秦晖忍不住替自家王爷解释道：“
你一个姑娘怎么如此口出狂言？王爷身体虚弱，怎么可能一碰女人就起反应？秦晖，沈觉冷冷看向秦晖，不会说话，就乖乖闭上你的嘴。秦晖赶紧住口，沈觉却没有放开乔韵，他眸色深沉，静静看着他。乔韵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却下意识的不敢动。他的手冰凉，像是火钳一般捉着他的手腕，不疼，但是锁得很紧，一点放松的余地也没有。他的目光就像冰冷的刀锋一样，慢慢将他剖开似的，一点点探寻他的全身。沈觉目光复杂，像是要确定什么似的，眉头微蹙，却不发一言，像是找不到答案。乔韵有些害怕，可是坐的地方硌得慌，他忍不住扭了扭，他的手腕被更用力地捏紧了。别动！沈觉咬牙警告，与他对上了视线。他金黄的眉眼与他深寒的眸子四目相对，乔韵顿时有种要被吃掉的错觉，仿佛这一刻，他成了那块糖糕饼，马上就要被沈觉凶巴巴地咬一口似的。对不起，乔韵立刻不敢动了。他虽然很多道理不太懂，可是道歉真的很快，这是他这么多年在乔府的生存之道，屡试不爽。目前在沈觉身上似乎也奏效。沈觉的沉默让乔韵想起了严厉的林氏，他每次请求林氏的时候，他都是冷着面对他，然后狠狠地嘲讽他痴心妄想。乔韵垂下脑袋，轻轻揪住自己的衣摆，乖巧说：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就再吃一块，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他声音软得像棉花似的，轻轻揉揉，一捏就要碎了。乔韵本想说不吃了，可是他实在是舍不得那糕饼，刚刚太着急吞下去，他都没有尝到多少味道，如今一想实在是可惜，再吃一块。如果能再吃一块的话。沈觉挑眉，乔韵眼巴巴看着他，他却忽然开口，声音无情：不许吃。乔韵肉眼可见的蔫下去，像是个枯萎的小草，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他却没有再哀求，只是失落地垂着脑袋，不发一言。可下一瞬，他却听到这个夫君开口道：秦晖，把他送去明香阁，脸上画的东西碍眼，把他洗干净。是。秦晖赶紧应声，心中却已经激起了千层浪，击打着他的神经，让他几乎要站不稳。明香阁，那可是明香阁，王爷居然要将他送到那儿去。秦晖几乎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那可是沈觉如今的住处，说起来寻常，可是就连他秦晖要进去，也要进重重关口，里头的侍从更是千挑万选，跟着沈觉低于5年的，根本跨不过那个门槛。可如今，这乔韵只见了一面，怎么就让沈觉允许他进去？不，还有一个可能。秦晖打了个哆嗦，那便是这乔韵在王爷眼中已经是死人了。猫吃掉猎物前，也是要戏耍一番的。王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对女人产生过兴趣，难道说王爷忽然来了兴致？秦晖终于明白了，难怪那些皇家贵女入不了王爷的眼，原来王爷喜欢这种类型。沈觉的视线落在秦晖身上，仿佛看透了秦晖的想法似的，眼神如刀一般的锋利。秦晖一个机灵，赶紧住脑，不敢再想，让侍从快去备水。他们家王爷今夜恐怕真要洞房了。此时最失落的人，非乔韵莫属。他的糖糕饼啊，齐王不让他吃糖糕饼，齐王坏。等乔韵洗沐完毕，将头发绞干，换上新的衣裳之后，夜色已深，雪已经不知道何时停了，天空一片清明，一轮残月挂在夜空，淡淡的月色洒在齐王府屋檐厚厚的白雪之上，反射出一片洁白的荧光。明香阁的侍从锦嬷嬷来接人送进去，
一抬头，便看到外头裹着白狐毛大氅，静静站着的乔韵。纵使他见识过不少京中贵女，在看到乔韵的这一刻，也不由得一愣。洗掉了脸上那拙劣的妆容之后，乔韵就像是洗去了淤泥的花瓣，露出了娇艳的本体，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天生的纯净与妩媚。她未束发，头发披散，乌黑的发丝与白色的大氅相得益彰，更是衬得她那张小脸白白净净的，宛如玉石一般温润柔滑。还有她那双晶晶亮的眼睛，清澈如水，半点污秽也没有。只是她现在似乎还是有些失落，不知道在想什么，似乎在发呆。远远看去，就像是个被人抢走了口粮的小白狐狸，可爱极了。谨言身为嬷嬷，见过的人无数，如今也忍不住有种冲动，想要上去抱抱她，捏捏她的脸蛋，亲一口。她似乎有些懂了，为何王爷会允许陌生女子进入明香阁。这样的姑娘，干净的像是一块晶石，一丝杂质都没有，天下难寻。王妃殿下，谨言嬷嬷的声音越发温柔，该进去了，王爷在里头等您呢。哦，乔韵乖巧的点点头，有些紧张的问，这位嬷嬷，洞房难不难啊？谨言一愣，倒是没想到这姑娘年纪轻轻，看着害羞，说话却如此直白。若是寻常，她才不会回答这种露骨的问题。可如今面对一脸好奇的乔韵，她下意识地回答道，不难，王妃殿下只要按照王爷的吩咐做就好了。王爷一向嘴硬心软，你只要顺着他，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这样吗？乔韵懂了，那我会听话的。乔韵歪着头想了想，又接着问，洞房之后会有饭吃吗？谨言嬷嬷觉得哪里奇怪，又说不上来怪在哪里。她迟疑的点点头，会有的吧。乔韵眼神一下亮了，谢谢嬷嬷，嬷嬷真好。谨言便眼睁睁看着她加快脚步进去了，似乎还有些雀跃。她忽然觉得良心有些痛，乔韵看起来就像是个孩子似的，王爷怎么就忍心对她下手的？乔韵走进明香阁之后，明香阁的门砰一声关上了，里头静得吓人，每走一步路，乔韵都能听到好几次回声。她也不知道往哪去，无头苍蝇似的在里头乱转，眼睛被屋子里各种精美的摆设吸引，差点迷路。直到她听到内室传来一声不耐烦的熟悉声音，过来。乔韵这才反应过来，撩开了几重帘子，终于走入了内室。内室相当暖，在这冰冷的冬日，乔韵从来没有进过这么暖和的屋子，一下子惊叹出声，哇！沈觉一向讨厌聒噪，听到这声响，他微微蹙眉，刚要说什么，视线落在乔韵洁白的面容上，忽然便沉默了。他身上的大氅也不知道是谁翻出来的，那是他当年秋猎所得白狐制成，是太后亲自赏的。他一直不喜那一身白狐毛，总觉得刺目，所以从未穿过。如今在他身上，倒是相当衬人。许是外头的寒风太凛冽，他的小脸儿进了屋内之后，透白的皮肤氤氲出一层淡淡的薄红，唇色也仿佛擦了桃花瓣一样，艳得惊人。那不是胭脂，那是他自己的唇，饱满又莹润。乔韵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小心翼翼地四处打量。他完全忽略了床榻上斜倚着的沈觉，忽略了他披散如缎的黑发，精雕细刻的眉眼，忽略了他劲瘦的腰和修长的手指，更看不到他穿着衣裳也遮挡不住的清冷骨相，当然也注意不到那曾经被无数女子梦寐以求的挺拔身段。他满眼都是密不透风的墙，温暖的火炉，厚厚的地毯，他的面前是巨大的一张床，床边还有漂亮的雕刻，
看得他眼花缭乱。床上是厚厚的被褥，1、2、3，乔运有些数不过来，这也太奢侈了，垫被都这么多。他之前只能用厨房剩下的稻草，还有用来盖的被子也有足足2床，没有破洞。他简直不敢想象，在这里睡觉会有多么舒服。乔运终于看向床榻上妖孽一般的沈珏，他眯着眼，仿佛蛰伏的凶兽，病态而苍白的面容上，满是对猎物的渴望。若是旁人看到沈珏如今的表情，恐怕早已吓得跪下匍匐在地，不敢出声了。可是乔运哪里懂这些，只听他略带兴奋地开口问：我今晚真的可以睡这里吗？沈珏微微一挑眉，他脸上的雀跃简直写得明明白白。他意味深长看着他，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乔运认真说，知道的。想跟我睡？乔运毫不掩饰，直接点头。上来吧。沈珏的神色略带慵懒，垂着眸子，浓长的睫毛在他的脸上投下一大片阴影。若是其他女子看到他如今的模样，恐怕早已心脏狂跳，直呼妖孽转世。可乔运哪里管得到那些，他满脸兴奋，穿着大氅就要爬上来，像个白茸茸的小熊。沈珏面色一冷，大氅脱了。乔运摸了摸身上的狐毛，暖融融的特别舒服。他还准备今晚盖着睡觉呢。他嘴巴瘪了瘪，这个很暖和。我想穿着睡。不行。沈珏打断他，脱了。乔运想到谨言嬷嬷方才说的话，要想吃饭，他就得听话才行。好，为了吃饭。于是他恋恋不舍地脱掉了大氅，小心翼翼地叠好，摆在一旁。看着他的动作，沈珏颇有几分无言。这大氅，你这么喜欢？乔运不会拐弯抹角，直接用力点头。喜欢？为何？沈珏的语气中有几分深意。狐毛大氅早已不时兴了，京中女子如今喜欢兔茸和狼尾，狐毛已是碰都不碰。暖和？乔运认真说道，答案却令人无法反驳。暖和？多么直白的理由！乔运的脑子就这么简单。暖和？他就喜欢。样式对于他而言没有任何用处。不等沈珏开口，乔运已经手脚并用地慢慢爬了上来。沈珏的视线随着他的动作而动，见他笨拙地上来之后，便坐在了他身旁，离他不远不近，乖巧等着他吩咐。很快，淡淡的香味便从他的发间飘散而来，不是什么发油或香膏的气味，是他的体香。那气味虽然陌生，却温暖、轻柔、舒缓，如同一阵柔和的风，能够轻易吹散心间的沉疴和阴霾。这便是沈珏今日没有与任何人说的不杀他的原因，就连秦晖也没有发现。之前在踏雪阁，沈珏接触到乔运的一瞬，他便闻到了这股淡淡的香味，当即便有反应。这香味如同一味药剂，瞬间舒缓了他紧绷的神经，沸腾的几乎要令他发疯的血液在这一瞬间仿佛嗅到了什么灵药，居然缓缓地平息下来，让他的大脑瞬间一片清明，满身的戾气瞬间由冰冷的理智取代。他本以为他身上抹了什么，或是那太子沈西给他身上带了什么机密的灵药，所以让人带他去洗目。可搜遍全身，他身上除了藏着一枚平平无奇的玉佩之外，居然什么也没有，简直匪夷所思。自中毒以来，沈珏身上还未有过如此明显的好转，并且他似乎需要一直待在他的身边才能有缓解效果。方才他去洗目时，他的毒又发作了，如今他一到，他那股想要杀人的戾气果然重新蛰伏回去，灵台清明，精神也好了不少。究竟是为何？纵然沈珏聪明一世，
却也弄不清其中关窍。它自然是极危险的，可是沈觉无法拒绝如此大的诱惑。身上的毒已经折磨了他几年，再这么下去，他迟早有一天会彻底疯魔。所以如今，即便是饮鸩止渴，他也要冒险，将这个小结巴留在身侧，无论他是人是鬼，是细作还是妖精。乔韵被沈觉侵略感十足的眼神盯得浑身发毛，于是他有些不自在地说：要怎么？洞房呢？他干坐着也不知道做什么，而且他还是好饿。如果洞房能够快一点的话，他也许能早点吃到饭了。沈觉闻言，却是眉头微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这么着急，安的什么心思？他忽然开口：那你脱吧。脱。乔韵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的衣裳，这身衣裳本就薄，是柔软的布料，穿着特别舒服。他有些不舍得脱，可是一想到谨言嬷嬷之前与他说的，洞房第一要务就是听话，于是他乖乖地解开了衣带，把外头的衣裳脱了下来。于是他身上只剩下了内衫和裤子。继续。沈觉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笨拙的动作，颇有几分欣赏他表演的意思。乔韵便解开了内衫的衣带，一点也没有犹豫。沈觉见他如此配合，倒是有些意外。这姑娘若不是没有羞耻心，便是从未有人教过她什么是羞耻心，又或许是演给他看，他倒要看看他能做到什么程度。继续。乔韵的身上只剩下肚兜了，他微微怔了怔，为了吃的，他还是扯开了束缚的衣带。沈觉扫了一眼，却缓缓闭上了眼睛。瘦，太瘦了，除了某些地方天生意外的饱满之外，其他地方他几乎只剩个骨架子。他娇嫩的皮肤上边新伤旧伤无数，青青紫紫的，像是被人掐，还有被鞭打过的痕迹。这真是乔府的小姐乔韵。沈觉几乎怀疑那乔像换了个人来顶包。他沉默不语，眼眸中辨不清情绪。他觉得胸口有些浊气，力气又有重新升腾的苗头。好了，穿上吧。沈觉有些烦躁，把衣裳扔给他之后，便抓起那枚玉佩，指尖随意拨动玉佩的红穗子把玩。为了吃饭，乔韵很乖，她一面穿衣服一面注意他的动作，很快便看到了他手中把玩的东西，不由得一愣。这玉佩，这玉佩好熟悉啊！你也有这样的玉佩吗？我也有一样的。乔韵说完，在自己身上翻找起来，随即一惊，咦，我的呢？他越找越慌乱，忽然想起方才洗沐的时候，身上的玉佩被一旁不认识的丫鬟拿走放在了别处，他忘记拿了。我的玉佩。乔韵着急的便要下床去寻，却被沈觉猛地擒住了手腕，将他拽到自己的跟前。衣裳也不穿好，这样出去给谁看？乔韵不懂他的意思，懵懂看着他。这就是你的，自己的东西，认不出来？你是有多蠢？沈觉语气有些冷，看起来有些凶。乔韵愣了愣，惊愕看着他，原来是笨蛋。沈觉用玉佩轻轻敲了敲他的脑袋，然后把玉佩扔进他的手里。可若是秦晖在此，听到主子这么说话，估计眼珠子都要蹦出来。这种微妙的语调，他们可从来没有听过。乔韵手忙脚乱接住，一只手捂着脑袋，一只手捏着玉佩，有些委屈地看着他。痛。沈觉当然知道，刚才敲他脑袋的时候，那一声确实清脆，他寻常手中惯了，一时没收住。怕疼？他反问。乔韵又轻轻点了点头。身上伤口谁弄的？沈觉状似漫不经心开口问。乔夫人，王嬷嬷，还有其他嬷嬷。小厮
乔韵小声说，她在努力坚持了，可是她的肚子现在已经饿得发疼。她慢慢穿好衣裳，重新乖巧地坐在沈珏面前。沈珏慵懒看着她，依旧带着几分审视。他当即已经确认，他八成不是演的，但依旧非常可疑。可是如今他就这么乖乖坐着，实在是无害又可怜。他还记得在踏雪阁碰到他手腕的触感，薄薄一层肉，整个人跟从来吃不饱饭似的，轻飘飘的身子，甚至连喜服都大了一圈，着实难看。沈珏早已疲乏，他缓缓垂眸，行了，休息吧。哦，但是接下来，沈珏没动，乔韵也不动。沈珏不动是顾忌乔韵，乔韵不动也是盯着沈珏。只不过，沈珏的眼眸中是防备，而乔韵的眼眸中是满满的期待。沈珏眯眼，有些不悦。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洞房是不是结束了？乔韵小心翼翼问。沈珏抬眸看向他，似乎对他对于洞房的执着感到匪夷所思。沈珏蹙眉，是不是可以吃饭了？乔韵一双眼睛里充满了期待。沈珏想到方才他在踏雪阁所说的话，他本以为他是在故弄玄虚，在他面前演戏，可如今看来，沈珏看到他瘦弱的身子，沈默半晌，在乔府每日吃几顿？他一下问出了关键。乔韵听到这话，面带着十足的小心翼翼，像是生怕说的多了，他会把自己赶出去似的。一顿就行的。乔韵伸出一根手指，我很好养，能不能？不要赶我走。小厨房若是有剩下的饭菜，可以留。乔韵有些着急，越是着急，他说话越是不利索，着急的眼眶都有些红了。沈珏没有再听他说下去，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来人！他冷声朝外吩咐。乔韵被他冷冰冰的声音吓了一跳，瑟缩了一下，瞬间不敢动了。你生气了吗？我会很乖的。乔韵两只手攥得紧紧的。我会听话。沈珏深深看了他一眼，他像是个被抛弃的小动物似的，长长的头发披散在他的肩头，裹着他细瘦的满是伤痕的身体，纤细又脆弱，仿佛一根手指就能捏死。沈珏在开口时，声音已经不自觉柔和了一些。大肠裹上。乔韵有些疑惑，却还是乖乖下去，把大氅穿好了，站在他面前。不过一会儿，秦晖便带着人进来了。秦晖果然带着几个黑衣暗卫进来了，他还以为是要进来处理尸首，特意多带了几个人，结果一进来就对上了乔韵泪盈盈的眼神。他还活着，王爷居然没有对他动手，那这是要做什么？秦晖小心翼翼地打量王爷，却意外发现沈珏毒发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眼眸中虽然仍有些戾气与不爽，可瞳孔中已不见血色，情况平稳了许多。这是什么新的解毒方法吗？秦晖的脑子里飞快运转，难道说女人真的可以解毒？秦晖又看了一眼乔韵，只见她面色绯红，泪眼盈盈，一副被欺负的样子，看起来颇有几分春色。他仿佛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原来王爷他真的与这位冲喜新娘洞房了，冲喜居然真的有用啊！只不过秦晖脑子里浮过一个念头，这才过了多久？不过一盏茶的时间，王爷他是不是有点快啊？当秦晖非常认真地开始考虑为王爷请大夫壮阳时，沈珏仿佛察觉到了他的想法似的，冷冷扫了他一眼。秦晖一个机灵，赶紧行礼。王爷，请吩咐，去弄些吃的来。沈珏声音清冷，听不出情绪。秦晖心中惊愕不已，
面上却努力忍住，丝毫不敢表露情绪。是，走出明香阁的时候，秦晖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身后的黑衣暗卫也纷纷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仿佛自己身在梦中。怎么可能？这是2年来头一次，他们进去居然不是进去收尸，去弄些吃的。沈觉这些年来对于吃食的需求几乎维持在最低的限度，即便小厨房变着花样做，他也动不了几筷子，吃的极少。可是今日，当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明香阁内，温暖又安静。乔韵听到一会儿有吃的，看向沈觉的眼神都变了，他一双眸子都是亮晶晶的，满心都是雀跃与欢喜。沈觉莫名不想与他那莹亮的眸光对上目光，便缓缓闭上眼，闭目养神。可才不过一会儿，他便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传来。果不其然，下一瞬，一股淡淡的香味传来，那是他身上的香气，缓缓萦绕在他的鼻尖，搅扰得他心神不宁，却又莫名让他浑身的血液沉静又安稳。这种诡异的混乱感便这样在他的身体里交战，令他无法安静。乔韵已经自觉地缓缓地挪到床边坐了下来，靠近了他身侧。那个，我以后怎么叫你啊？沈觉睫毛一颤，并未理他，那股香味却一如既往扰动他的心神。那我叫你夫。乔韵忽然就结巴起来。夫君。沈觉不耐，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纠正他的话语。夫君。好的。乔韵乖乖点头。沈觉发现他居然就这么上了他的当。再看罪魁祸首，坦荡又真诚，一双眸子亮亮的，便像是那天底下最不会骗人的天真孩童一般。沈觉冷笑一声，罢了，如今他对他只是利用，冲喜拜堂皆为荒诞，哪来的名分？叫夫君也不过是闹着玩，随他喜欢。可不等他接着开口，乔韵又轻轻柔柔地说话了。夫君。与方才相比，这一次他叫得异常顺畅。沈觉动作微微一滞，抬眸看着他，眼眸异常深黑，下意识的回应：什么事？你是个好人。乔韵很想感谢他，又不知道该如何说，便只笨拙的强调：非常非常好。沈觉根本没想到，平生还能听到如此荒谬的评价。好人？他嘲讽地笑了一声。是吗？冷不丁的，他打破了平静，猛地伸手掐住了他的手腕，将他拽到了自己的跟前，掐住了他的下巴。忽然的控制和冷不丁逼近的距离，让乔韵吓了一跳，微微瞪大了眼，下意识地躲了躲，却被他修长有力的手指紧紧攥住了下巴，一动也动不了。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0章喉结第2/2页。你不怕我？跟他微凉的面颊相比，沈觉的手指皮肤滚烫，灼得他下意识的有些发颤。他纤细的身子就像是一条轻易便能折断的蒲苇，随手一捏便是碎裂寸断。可他又不躲不避，就这么直愣愣看着他，眼神里居然也毫无畏惧。沈觉眯着眼，他的手指缓缓下滑，从他的下巴一直延续到脖颈。你就不怕我杀了你？沈觉声音低沉，却与之前的冷淡不同，仿佛带着几分蛊惑与勾引。你知道京中有多少探子死在我的手中？杀了你？轻而易举。他的脖颈也极为纤细，像是天鹅的颈，白皙的皮肤下是搏动的经络。他实在是相当于习惯取人性命，可他此时却莫名的手指动作放得稍稍轻了些，于是掐住他脖颈的过程便像是慢动作一般轻柔迟缓。可当二人对上视线，他的眼前却是少女清俊的一张脸，
他极为信任地看着他，却又不太懂他在威胁什么，于是懵懂又可爱的点点头。沈觉垂眸，手掌轻轻收拢，细嫩的皮肉在他的手中收紧，他有些窒息感，疑惑地看向他，似乎不明白他要做什么，目光却落到了他脖子的喉结上，他的喉结上下滑动，很好看。乔韵有些好奇，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喉结，沈觉顿时僵住了动作，另一只手却飞快地捉住了他胆大包天的手，将他整个人摁在身下。你哪来的胆子？沈觉咬牙，呼吸略有几分狼狈的急促。好看。乔韵看了看他，又想摸自己的。我怎么没有？沈觉呼吸一滞，他究竟在做什么？这样如孩童一般心智的少女，他跟他多费什么口舌？沈觉终于松开了手，刚要放开他，却听到门外传来一声王爷。膳食道。秦晖此次着实是有些着急了，他用最快的速度将小厨房还温热的吃食都拿了一遍。天寒地冻，为了防止饭菜凉透，他又火急火燎送来，一时间居然忘了往常的禁忌，没有通传。于是他刚一入内，便看到自家主子一反常态的一幕。沈觉一手捏着他的脖颈，一手擒着他的两只手腕，将他摁在身下。他的黑发散乱在榻上，乌黑的一片，身上的大氅也凌乱不堪，与他的衣裳缠在一处，画面十分香艳。秦晖扑通一声跪下，吓得大气不敢出。沈觉冷哼一声，缓缓起身。你也如此胆大包天？秦晖脸色一白，不敢。属下实在着急，东西放下，去领罚。是。秦晖放下餐碟，赶紧溜。领罚算是最轻的了，趁着沈觉还未真正发怒，他得快些离开才是。但秦晖也有些懵，王爷不是不近女色吗？如今怎么这么着急？一次刚结束，就要再来一次，这么短短的时间也忍不了。那女子究竟是什么来头？秦晖送来的吃食实在是太香了，乔韵看到那些吃的，眼神已经发直。他何时见过如此精致的食物？方才的糖饼在这些东西面前简直就不值一提。食物的香味径直飘进乔韵的鼻子里，他瞬间抑制不住，十分努力地咽了好几口唾沫。那些东西不光是闻着香，看起来也漂亮，有像花一样的菜，还有粉色的小糕点。乔韵艰难地把目光从那些吃的上面挪开，看向沈觉的时候，发现沈觉不知何时开始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目光说不上来什么情绪，只是有些似笑非笑的意思，仿佛在静静看他的表现。乔韵见他这样，再次努力咽了口唾沫，似乎有些害怕他，开口问道：我可不可以？为何不直接吃？你不是很饿了吗？沈觉打断他的话，反问道。乔韵下意识说：得经过，你同意？平时有人教你礼仪吗？沈觉又不紧不慢地问，像是试探，又像是观察。乔韵摇了摇头。你爹？乔相平日里待你如何？沈觉又问。我好久，乔韵说到爹爹，还是有些难过。好久没有见过。多久？沈觉打断他的话。很小的时候。看到乔韵眼眸中的失落，沈觉微微眯了眯眼，锐利的眼神几乎要洞穿乔韵的目光，到头却是一无所获。沈觉阅人无数，也算是一眼便能看透一个人的底色，可他观察到现在，只得出一个结论，不像演的，单纯、天真，有些蠢笨，却不让人厌烦。早在他被送去洗沐时，他便派人去查他底细了。沈觉对个府内宅关注不多，原本赐婚的那位乔婉，
他倒是查过，不是什么好东西。而这位，据他所知，事先明明是赐婚给沈西，后来被换来给自己冲洗。原本他是准备拿他杀鸡给猴看，可没想到，好了，沈觉也不知自己哪来这么多的耐心。饭菜快凉了，吃吧。乔韵的眼眸一下生动起来，满面都写满了雀跃。谢谢。他快步来到桌前，抓起筷子，筷子在各种菜品上面游移，一下子居然不知道该先吃哪一盘。哎呀，好烦恼啊！乔韵心里都快笑开花了。这样的烦恼，以后要是每天都有，该有多好。乔韵不敢奢望太多，但是她下筷子的一瞬间，还是想到了什么，忽然转过头看向沈觉。夫君。沈觉看向他，挑眉，似乎有些不耐。你又有什么事？这家伙不是很饿了吗？磨蹭什么？乔韵磕磕巴巴问。你饿不饿啊？要不要一起吃？沈觉倒是没想到，他饿成这样的情况下，居然还能想到自己，一时间倒是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你吃你的。沈觉靠在榻上，静静看着他，不必管我。说完，他便从一旁抓起一本书，胡乱翻看起来。哦，乔韵终于动了筷子，夹了一块紫肉放进嘴里，眼睛一下瞪大了。乔韵忍不住赞叹，却因为口中塞满了吃的说不清楚。沈觉见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着实是有些无语，冷冷道：食不言，寝不语。这好吃。乔韵哪里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恰到好处的火候，完美入味的酱料，香酥的外皮，嫩的冒汁的肉，他简直是怀疑自己在做梦。这明明是他冬日饿着肚子冷得发抖陷入昏睡的时候才会梦到的幸福场景，如今居然真的变成了现实。他一筷子接着一筷子，咀嚼往下咽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他往嘴里塞的速度，很快便把自己的嘴巴填了个结结实实，鼓鼓囊囊。沈觉单手擒着书，可书上的字却一个也没看进去，一抬眸就看乔韵把自己塞得满满，一点空隙都不留。慢点吃。沈觉忍不住提醒。乔韵点点头，听话地放下了筷子，努力地把嘴巴里的食物慢慢咽下去。沈觉见他如此，心中不知为何，倒是莫名有些躁意。他垂眸继续看书，书页翻得飞快，乔韵哪里顾得上沈觉在做什么，他动作越来越熟练，一个劲儿地把吃的往肚子里填。一炷香时间之后，沈觉抬眸看他，却发现他依旧在吃。什么？他看向桌上的饭菜，秦晖拿来的是5人以上的饭量，如今已经被他吃掉了一半。沈觉缓缓起身，眯眼看向乔韵，只见他吃的速度早已慢了下来，大肠也早已被他叠好放在了一旁，于是便能清晰地看到他的肚子，从原本瘪瘪的模样变成了如今鼓鼓囊囊的模样。沈觉着实是忍不住了。你还未吃饱？乔韵正在努力把食物往下咽，听到这句猛地抬头看他，他嘴角沾了饭粒，鼻子上沾了酱汁，惊惶地看向他。不能再吃了吗？他一脸担忧的模样，像是这一餐之后便再也没有饭吃似的。沈觉快步走向他，乔韵瞪大了眼睛，下意识的想要再抓紧时间多吃2口，却被沈觉猛地擒住手腕，将他的筷子抢了下来。乔韵眼神顿时暗淡了，整个人都蔫了吧唧。你一个人吃了3个人的饭量。沈觉捉住他的下巴，让他看向自己。疯了吗？想撑死自己？乔韵失落地看着他，嘴巴里在狡辩。我还能吃。沈觉垂眸，看了一眼他的肚子，伸手一摸，滚圆。再吃。
肚子要撑破了。沈觉冷冷警告，而且你长时间没吃东西，吃这么多不怕肚子疼？乔韵一愣，垂头看向自己的肚子，好像是有点太圆了。真的会破吗？他有点害怕了。不许吃了。沈觉蹙眉，从一旁抓起帕子，帮他擦掉嘴巴上的酱汁和米饭。乔韵听到不许吃了几个字，眼眶却一下红了。不许吃了，他平生最怕听到的话，就是不许吃了。他好怕做错事情被罚不许吃饭，所以在乔府真的很努力地表现乖巧，很努力地给自己争一口饭吃，可是常常事与愿违，最后只能饿肚子。他早该想到的，这么好吃的饭菜，怎么可能天天吃？早知道刚才他就再吃快一点了。乔韵好后悔，后悔到想哭的程度，于是大滴的眼泪就这么吧嗒吧嗒的往下流。沈觉看到他如此，顿时浑身一僵。沈觉第一次觉得如此无奈，他好吃好喝待他，怎么反而一副欺负了他的模样？你哭什么？还想吃？乔韵抽泣2声，可怜巴巴说。沈觉被他气笑了，看似乖巧，实则遇到吃的，倔得像头驴。不许哭！沈觉带着命令的语气。乔韵眼巴巴看着他，还是忍不住发出一声嗝，又像是抽噎，又像是饱嗝，软软糯糯的，可爱极了。沈觉眯眼盯着他，乔韵有些心虚，瑟缩了一下，有些委屈的低下头。他不是屈服了，而是想到以后的每顿饭还得靠他，不得不低头。反正这一顿也吃饱了，就是有些可惜了这些饭菜，他好想存起来明天接着吃。于是他想了想，还是用自己的手背胡乱抹了抹眼泪，尝试着跟他讨价还价。那这剩下的扔掉。沈觉道。不可以。乔韵瞬间瞪大了眼睛，不可以浪费。乔韵太激动，后半句话忽然都能说连贯了。他眼睛灼灼地看向沈觉，因为刚揉了眼睛的缘故，本来就微红的眼眶变得更红了。这些都能吃。乔韵的手忍不住捉住了沈觉的衣裳，他身上衣裳如丝缎一般滑腻，他手指一滑，不小心就碰到了他的胳膊，于是他干脆抓住了他的胳膊。他的手微凉，触及他的时候，他只觉得他的胳膊坚硬又滚烫，肌肉一瞬间绷紧，仿佛一张拉满了弦的弓。乔韵哪里管得了那么多，他也不懂什么男女大防，脑子里此时只有那些即将被扔掉的食物。留着行吗？他几乎是带着几分哀求。他却见沈觉的面色越来越冷，像是从前爹爹再也不来看他之前的模样。乔韵心中一咯噔，顿时不敢动了，缓缓松开了手。我对不起。可下一瞬，沈觉却忽然擒住他的下巴，强迫他抬起了头。这一瞬间，小姑娘满眼的难过和失落尽数落在了他的眼里，被他看了个彻底，实在是太好懂了。明明是个脑子不太好的小笨蛋，心思却十分敏感，仿佛极为害怕被人丢弃，就像是已经被横梁抛弃了无数次。学会了，习惯了，但每逢此时，还是会失落。这些不会浪费。沈觉说出口的一瞬间，本以为自己的语气会很差，可破天荒的，他的声调却比方才软了几度，仿佛在与他耐心解释似的。沈觉蹙了蹙眉，可看到乔韵眼巴巴地看着他的眼神，他又不自觉开口，府上养了些牲畜，剩下这些饭菜，给他们吃，不会浪费。乔韵又急了，给牲畜吃也不给他吃吗？夫君坏。他刚想开口，却听到他接着说，明日自会有新的饭菜送来，既然来了齐王府，难不成还会把你活活饿死？乔韵猛地愣住了，以后每天
都会有吃的。他磕磕巴巴地重新确认。这一刻，他仿佛在梦里似的。难不成你想饿着？沈觉的话仿若天籁。听到这句肯定，乔韵几乎开心，整个人有些晕乎。见他如此，沈觉淡勾了勾唇，这才让人将这些吃食撤了下去。随后又让人送了水来，让谨言帮他洁了面，洗了手。乔韵寻常哪里被人这么伺候过，实在是不习惯。谨言见他僵硬的模样，实在是可爱又有些好笑，看了实在是让人喜欢极了。谨言一面帮他收拾，一面脸上忍不住的姨母笑，动作也极其温柔，像是照顾宝宝似的。乔韵被照顾得很舒服，每一根手指都被谨言擦得干干净净。他喜欢干净，于是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谨言，小声说：谢谢你，你真好。谨言一颗心都要化了，这也太可爱了。齐王府上能活下来的，办事无疑不利索，个个都是忠于沈觉的人精，哪里有过这么萌这么纯粹的小姑娘？虽然讲话不太利索，可她只要用她那双清澈的眸子认真看着你说话，便能让人忍不住的耐心听她说完。想到这里，谨言不由得小心看向沈觉。沈觉已在榻上看书，气色比寻常要好一些。最难得的是，他居然气息平和，没有半分要发作的样子。谨言不由得有些担忧，今夜还算幸运，王爷没有毒发，若是忽然毒发，燥血一发作，将他杀了。谨言还未想完，便冷不丁听到沈觉悠悠的一声警告，他不由得一哆嗦，蓦地撞上了沈觉那双冰凉的眼睛。这一眼仿佛瞬间便将人洞穿了似的，丝丝缕缕的杀意在这空间中蔓延开来，仿佛无形的丝线，将人的脖颈一丝丝缠绕，窒息。谨言瞬间吓得不敢抬头，他迅速收拾好东西，行了个礼，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心中还不忘为乔韵祈祷，希望他今夜能够在自家王爷的手中活下来。乔韵也不知道谨言经历了什么压迫感，他心中还满是喜悦，以后可以吃饱饭了，他好开心。谨言走后，他便自觉爬上床榻，来到沈觉身边。你要睡了吗，夫君？沈觉听到他软乎乎的声音，从书中缓缓抬头，便正好看到他张大了嘴巴，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打了个哈欠，然后眯了眯眼睛，看起来像是已经困了，人也一下变得懒洋洋的。你这样像蜘蛛。沈觉道，吃饱了便要睡，怎么还能这么瘦？乔韵仔细想了想，猪肉，好吃的。沈觉无奈看着他，困了就睡吧。乔韵点点头，拽着被子躺了下来。沈觉倚在旁边，将书放下，一指内力将蜡烛熄灭。他自小从未与人同睡，如今为了缓解毒发，他必须如此，实在是令他颇有些不习惯。他距离乔韵不远不近，隐隐能闻到他身上的暖香，淡淡的，若有似无，却令他也有了几分困意。可还不等他闭上眼，忽然他感觉到被子里那个家伙居然冷不丁地咕涌起来，在床上扭来扭去，一直扭到了他的身边。沈觉沉默地看着他这搞笑的动作，有些想骂人。夫君。乔韵轻轻地说话，话语声轻飘飘的，像是丝丝缕缕的细糖萦绕在心头。会冷哦，这样就不冷了。乔韵将被子扯过来，给沈觉盖了一半，然后钻到他的身侧，将脑袋埋在了他的手边，安心闭上了眼睛。乔韵蜷缩着闭着眼睛，像一只小猫，他的呼吸轻盈又绵长。醒着时那股迷茫和纯真被遮盖，夜色之下，他恬静的面容像是白玉雕成，美艳不可方物。
沈觉垂眸看着他，他的手早在被他触碰到的一瞬就做好了推开他的准备。可是莫名的，他温软的体温靠近他的瞬间，他滞住了。沈觉缓缓躺下。往常毒发的夜里，他此时应该被侵入骨髓的毒素折磨得难以入眠，浑身的骨骼都疼得令他浑身发颤，冷汗浸湿他的衣衫，寒冷的毒素与沸腾的血液交织在一起，将他折磨得不成人形。可如今，他轻柔的呼吸之中，寒凉的夜色仿佛也变得有那么一丝温暖。沈觉终究还是没有推开他，他的手缓缓放在他后脖颈的经络之上，那里是他的命门，只需要轻轻移动手指，他便会变成一具尸体。可当他的手触及他的后脖颈时，乔韵却像是触及到更多的温暖似的，舔了舔嘴唇，像是梦见了吃到什么好吃的似的，嘴角忽然露出一丝笑，甜甜的，有点傻气，却可爱的令人顶不住。沈觉冷哼一声，缓缓闭上眼睛。小笨蛋，倒是有点意思，先留着玩吧。第二日，谨言一早便与秦晖一道等在明香阁的门口，厚厚的积雪在檐下堆积，将院落之中的血腥之气遮盖了不少。齐王府内没什么喜庆的布置，可在这洁白的血色之中，却无端端有些淡淡的喜气。秦晖想到那冲喜新娘，缓缓地叹了口气。谨言瞄了他一眼，没有开口。王爷寻常早该醒了啊，今日居然晚了2个时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秦晖用极小的声音说。谨言眯眼，他自然知道秦晖指的是谁，不由得手指微微攥紧。他也想知道这个有些特殊的姑娘究竟能不能活下来。想当年，王爷少年义气，说是京中第一人也不为过。来巴结的人如过江之鲫，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讨好的嘴脸。如今齐王府已经沉寂许多年了，因为王爷身上的毒，府中人无一不是如履薄冰，整个王府都浸在压抑和仇恨的气息之中。王爷也形如鬼魅，行销骨立，气度变得更加冷冽狠戾，身上却积累了重重的死气，再也没了当初意气风发的模样。但是昨日，在乔韵面前，王爷似乎变得很不一样了。谨言心中觉得，这位乔韵姑娘，可能真的能让这死气沉沉的齐王府发生些什么变化。谨言嬷嬷，你说呢？秦晖忽然问。你看人一向准，这个新娘子，你觉得如何？这不是老奴可以妄加揣测的。谨言依旧谨慎，他看了一眼秦晖，你也注意些，别乱说话。哦，秦晖毕竟年纪不大，冷不丁遇到这种事，还是有些兴奋。可是这是王爷第一次。来人，里头忽然传来沈觉懒洋洋的声音。秦晖立马要进去，被谨言一把扯了回来。你进去冒犯了王妃，如何是好？谨言瞪了他一眼，亲自进去伺候。屋内炭火已经烧尽，却仍有余温。谨言带着侍女，端着梳洗的物件进屋，便发现沈觉正躺在榻上，而他的身边横躺着一个娇小的人。谨言心中一咯噔，差点以为那是横尸，可下一瞬，他看出榻上并没有什么血迹，而那个躺着的娇小身影也仍旧在喘气，似乎刚醒过又睡了过去。一个大字躺在榻上，呼吸依旧绵长，头发乱成了一团，胡乱洒在床榻上，有的勾住了沈觉的手腕。沈觉嫌弃地将那些不听话的头发丢在一边，把它弄起来，洗漱。他冷冷吩咐。是。谨言赶紧上前，轻轻晃了晃那睡得正香的姑娘。殿下，殿下，快醒醒！乔韵迷迷糊糊哼唧了2声，像是还没从梦中醒来。我又做错事了吗？不要不给我饭吃呀。没有。怎么会？
殿下多虑了。谨言听到这句话，心中莫名有些窝心。这小姑娘究竟受了什么罪？也许是床榻太舒服，乔韵很少睡得这么好，这才半晌没醒。不过多时，她忽然睁开眼睛，一下惊醒过来，迷茫地看了看四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究竟在哪。谨言见她如此，觉得可爱又有些心疼。殿下，该起来洗漱更衣了。啊，乔韵终于回过了神，乖巧点头。好。为乔韵梳洗之后，谨言小心看了沈觉一眼，缓缓道：王爷，今日宫中传来皇上口谕，让王妃殿下前去宫中与太子妃殿下一聚。沈觉依旧眉眼低垂，不动声色。王爷，要给王妃殿下换衣裳吗？谨言小心翼翼问。不去。沈觉冷冷道。可是，若不去，皇上那边……谨言有些为乔韵担忧，刚说出口，便发觉不对。沈觉已经抬眸，眼神冰冷地看着他。老奴知错。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看到乔韵，便觉得心中放松，居然忘了自家王爷最善于辨人心思，一眼便能看穿人在想什么，哪里是他们能够妄自揣度的存在。他居然一时不慎犯了大忌，只要是触了沈觉的逆鳞，不论是谁，还是不是说杀就杀。乔韵见谨言跪得如此突然，也吓了一跳，怎么忽然跪下了？我也要跪吗？他茫然地看了一眼谨言，又看了一眼沈觉，感觉到气氛似乎有些不对。谨言素日最为谨言慎行，从未犯过忌，今日却因为乔韵不守规矩，沈觉本也没想惩罚，只想警告，可还没开口，却见旁边刚刚梳洗完，脸上还泛着微红的乔韵莫名其妙地跟着谨言一起跪了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看向他，仿佛他是什么山间猛兽似的。沈觉缓缓闭上了眼睛，平复自己的呼吸。谨言也慌了，乔韵跟着他跪什么？您不必跪的。他赶紧小声出言提醒。那你为什么跪啊？乔韵声音脆生生的，倒是让谨言惊出一身冷汗。谨言赶紧摆手，示意他别说了。继母林氏最喜欢罚跪了。乔韵说，罚跪的人是坏人。谨言大惊失色。沈觉眯了眯眼，祖宗，您可别这么说，是老奴自己要跪。谨言赶紧辩解，却听沈觉优良的声音从榻上传来。哦，是吗？谨言心里一咯噔，吓得脸都白了。这下完了，谨言纵使在齐王府多年，如今也有些招架不住，眼中流露出些许慌乱。他刚想试图辩解，却已经听到沈觉声音在头顶响起。你下去。谨言一颤，知道这句话是对他说的，他哪里忍心将乔韵一个人留在这里？可是他刚一抬眼，便看到沈觉冰冷的眼神，他的心脏咯噔一声，差点骤停。此事本就因自己而起，他若再违逆沈觉，恐怕乔韵的处境会更麻烦。只希望这位王妃能够如昨夜一般好运地活下来吧。谨言当即迅速行了个礼，用最快的速度退下。乔韵却没有谨言反应那么快，他才发现谨言走掉，一抬头就看到面无表情的沈觉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屋里又只剩他们俩。乔韵抬头看着沈觉，沈觉俯视着他，二人目光交汇在一处。夫君。乔韵眨巴眼睛，仿佛方才那话根本不是他说的。沈觉挑起一缕他的发丝，俯身盯着他的眼睛。坏人？说我吗？乔韵终于反应过来了，有些心虚的低下头。解释一下，我怎么坏了？沈觉见他心虚，倒觉得有几分好笑，目光玩味地看着他。沈觉见他呆呆的，像是被吓住，又像是愣住似的，无奈地捉住他的手，将他扯到榻边。
扔在了软乎乎的被子上。乔韵摸到身下又软又舒服的被子，想到昨晚就是睡在这么柔软的榻上，心情又好了，脑子也灵活起来。不坏。乔韵像是终于反应过来似的，她像是想到什么，当着沈觉的面，手脚并用，不由分说，直接掀开了裤脚，露出了自己的一双膝盖。昨夜昏暗的烛光之下，沈觉倒是没注意到乔韵的膝盖，只看到她满身的伤口，如今却发现她膝盖上新新旧旧的疤痕遍布，最新的伤口甚至才刚结痂，与她其他地方的白皙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喜欢，罚跪。乔韵轻声说。痛。若是简简单单跪下，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外伤？只有跪在碎石子上，或是其他锋利的东西之上，才会这般。沈觉的手指轻触及他的膝盖，乔韵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是谁？对他居然如此狠毒？沈觉的眼眸不自觉阴沉了下来。下次，没有本王的允许，任何人让你跪下，都不许跪。沈觉道。见他半晌没出声，他微微蹙眉。听到了吗？哦。乔韵虽然不太明白，还是听话的点了点头。沈觉深深看了他一眼，便让人送来了些外伤药。一开始，侍女替乔韵膝盖上药，她小脸皱巴巴的，像是努力忍着疼，一声也不吭，额间都出了汗。沈觉见她如此，微微蹙眉，让侍女下去，他自己抓过药膏来替她上药。乔韵只觉得沈觉的动作似乎比侍女的更加轻柔些，她一点也不疼了。她喜欢沈觉帮她上药，她不知道这幅场景若是被外头的人看见，恐怕会惊掉下巴。沈觉是何许人也？别说让他伺候旁人，帮人上药了，就连他杀过人的人，最后一眼他都懒得看。好舒服啊。乔韵轻声叹道。这是什么？香香的。跌打损伤的膏药。沈觉垂眸，指腹轻轻划过他的伤处。乔韵微微颤了颤。从前没用过。乔韵摇了摇头，他哪里用过什么药膏，连药都没见过。林氏还说过他看起来弱不禁风，却从来不生病，也是算是祸害1000年。沈觉沉默不语。上完药，乔韵咽了口唾沫，又不好意思说要吃饭，正在犹豫，便听到沈觉让人送早膳来，于是侍从端上了一盘盘香喷喷的吃的，豆腐脑、水晶虾仁、四喜丸子，各色小点心应有尽有，还有新鲜的鸡蛋和羊奶糕。乔韵就这么坐在桌边呆愣愣地看着桌上的早饭，仿佛整个人都彻底傻掉了。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丰盛的早饭。沈觉虽然猜到他的反应，却没想到他变得这么呆，一时无语，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想什么呢？乔韵咽了口唾沫。不认识这些。沈觉夹了一块羊奶糕放在到他的碗里。尝尝。乔韵吃了一口，蓦地瞪大了眼睛。好吃。沈觉淡淡勾唇。不凑巧的是，乔韵才刚吃了2口，外头便传来秦晖有些急促的声音。王爷，宫里来人了。沈觉的神色不变，眼神却瞬间冷下来。乔韵听到秦晖的话之后，似乎发觉了沈觉的情绪变化，他下意识地放下了手中的米糕，舔了舔嘴巴，缩回了手。这家伙这么爱吃，居然能停筷子。乔韵像是有些害怕似的，小声说：我要先退下吗？沈觉见他如此反应，顿时猜到，之前在乔府，他恐怕从来不能见外人。至于原因，沈觉眯了眯眼，对外缓缓吩咐，让他候着。王爷，来的是江来父。江公公。秦晖有些为难。
这位公公可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如今在宫中一手遮天，他不敢怠慢，赶紧汇报清楚。沈觉没有再回应，转而给乔运加了一块米糕。吃你的。外头秦晖等了半晌等不到回应，立刻明白，应声离开。待乔运吃的差不多了，秦晖才得以进来传话。他与那江公公周旋了许久，总算是弄清楚情况。回禀王爷，是皇上。皇上口谕，请王妃殿下前去宫中赴宴。秦晖小心翼翼，生怕惹恼了沈觉，说是皇上念及王爷您身体抱恙，所以只让王妃前去，且一定要去。乔运刚吃饱，满足和开心都写在了脸上。他正在用帕子静静擦嘴巴，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即将面对什么。秦晖心中的担忧已经快要溢出来了。王爷，这如何是好？他的言下之意非常清晰，乔运这般心智，若是去了皇宫，恐怕要出大问题。她如今的身份，已经不是乔府的小姐，而是齐王妃。若是出了事，也会牵连沈觉。可沈觉不可能陪她一块儿去，他已经3年未出府，蛰伏多年修身养病，如今怎么可能贸然备车马？沈觉语气淡淡，打断了秦晖的思绪，将本王的蟒袍取来。蟒袍？秦晖整个人都愣住了。蟒袍，那是往常入宫才穿的吉服。王爷这是要出府了？半晌，秦晖愣着没动。沈觉蹙眉，怎么？秦晖从来不敢违抗沈觉的指令，今日却第一次有些迟疑。王爷，您的身子。剩下的话语自不必说得太明白，府中人都知道，沈觉的身子已经差到了什么地步。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咳血力竭，差点难以回天。这种情况，莫说是出府容易遇见刺客，便是这雪后的低温，便足以令他不适。秦晖的担忧不无道理，只是他不知道，沈觉今日，不论是身子还是想法，都已经不同以往。昨夜他不只是睡了一夜的好觉这么简单，他发现，只要待在乔运身边，即便是之前日日发作的疼痛感，居然也能得以缓解。这样的人，若是送入宫内，受伤了，落水了，被人暗害了，他去哪再找一个？而这个世上除了他，谁又能护着这个小笨蛋？难道指望他那个换亲嫁给太子的妹妹乔婉吗？无妨。沈觉并未解释太多，只语气淡淡，去准备吧。秦晖着实是震惊非常，但是王爷都已经这么说了，必定是早已做了决定，他那哪里还敢再多说什么？立刻前去准备。乔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满脑子都是刚刚的羊奶糕好好吃，下次还想吃。这时候却听到沈觉在一旁嘱咐刚刚进屋的谨言，替他准备一身衣裳。谨言顿时哑然，看了一眼乔运，又看了一眼沈觉，面露为难之色。他表面镇定，心中早已乱成一锅粥了。天老爷，之前谁知道这姑娘能活到现在？沈觉当时什么也不让准备，如今从哪变出一套合适乔运穿的衣裳？还得是非制的入宫吉服，这要了他的命也弄不出来啊！王爷，沈觉自然清楚这些，却听他不急不缓说，库房中存有一件非制衣裳，保存妥当，应当能穿，你去寻来。谨言猛地一怔，他已是王府的老人了，在跟着伺候沈觉之前，已是跟着那位温柔可敬的女子10几年，自然知道库房里唯一一件非制衣裳是谁的。那是沈觉母妃的衣裳，因为来由特殊，沈觉妥当的存放，从不允许人碰。如今居然，谨言这时是心惊不已。他知道乔运是个不错的可爱姑娘，却不知道这姑娘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居然能让王爷动用库房里的那件衣裳。
还愣着做什么？沈觉眯眼看着他。是。谨言赶紧应声，前去取衣裳。乔韵好奇看着沈觉，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沈觉又布置了一些别的，安排了暗位之后，眸光慵懒地扫了他一眼。吃饱了吗？嗯。乔韵如今心情很好，用力点了点头。一会儿随我入宫。沈觉道。哦，好的。乔韵继续点头，似乎没懂什么入宫是什么意思。会见到你的妹妹乔婉。沈觉再次开口提醒。乔韵一听到乔婉，整个人微微地抖了一下，眸中浮现一丝慌乱。怕了。沈觉唇边挂着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乔韵咽了口唾沫，点头。有一点。不怕。沈觉声音不大，却沉稳而有力。他稍稍挑起下巴，眯起眼，漂亮的下颌线显露出绝美的弧度，眸光中锐气顿现，仿佛一束天光，亮得惊人。有本王在，没人能欺负你。谨言亲自为乔韵重新梳妆，换上了库房中存着的那副头面，是羊脂白玉所制。白玉不是最好的，工巧却是惊人，玉石竟是做出了掐丝般的纹路，簪头上是片片花瓣精雕而成，花蕊纤毫毕现的一双白玉兰花，落在乔韵乌黑的发间，衬得她整个人如青丘小狐妖一般，秀丽又美艳。府上没有胭脂水粉这些女子要用的东西，谨言无法为她上妆，可梳了头换了衣裳之后，谨言觉得这脸似乎也不必画什么，就这样也是正好，什么胭脂水粉都不上，也不会显得寡淡。乔韵换上衣裳之后，有些拘束，她被谨言搀至沈觉面前，轻声道：夫君。沈觉随意一抬眸，看到他的瞬间，睫毛便是不受控的一颤。昨夜成婚，掀开盖头时，他一身不合身的喜服，又是明艳又张扬的制式，妆也化得粗糙土气，若不是他这张脸撑着，着实是惨不忍睹。洗沐之后烛光昏暗，看得囫囵，也不清楚。今日他这身衣裳简约又温柔，正是衬得他这张妖精般的脸明艳非凡，再加上谨言给他梳的头，大方得体，整个看起来便像是脱胎换骨，就像是那林中走出来的小仙子似的。清亮灵动的眼睛一看过来，着实是有些惊人。谨言方才也被狠狠惊艳了，虽然知道她是个美人胚子，却没想到这身衣裳居然这么适合她。尺寸还是稍稍大了一些，但是比昨日的婚服实在是好太多，只是有些地方没有肉撑不起来，并不会显得不得体，只显得她越发瘦削柔弱。而且她甚至没有用胭脂，如今她白白净净一张脸，万般妩媚都是天生，就是瘦了些，脸颊上有些干瘪，气色也一般，若是画了胭脂，不敢想会有多漂亮。这大美人怎会被养得这么瘦，一身骨头都没什么肉。谨言愤愤想，还行。沈觉放下手中的书，淡淡挪开眼，能看，这仅仅能看。谨言心中已经开始为乔韵鸣不平，这叫人间小仙女。其实谨言以前也曾觉得这世上恐怕没有能配得上王爷的女子，毕竟王爷长相随娘，长得着实是有些过于英姿挺拔，俊美如神。京中那些贵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往王爷身边一站，实在是没有能相称的。可如今乔韵站在沈觉身侧，这俩人不能说是不相上下，也能说是相得益彰，各有各的漂亮，站在一处也是养眼极了。更何况沈觉病着，看起来瘦削锋利，乔韵瘦着，看起来柔弱纤细，俩人甚至都没什么气色，看起来都病殃殃的，这怎么不算是一种登对呢？
这时候秦晖也来了，远远便开始汇报：王爷，车马已经备好，江公公得了回话，说要先行回宫。他听说你也要一块入宫，惊得下巴都快掉了，还说……话语戛然而止。秦晖看到乔韵如今的装扮，一个趔趄，差点扑倒在地。